哎呦！哦，金公子啊，哎，请。嘘，进去吧你。其六，必须积功累德，慈心于物，忠孝有悌，正己化人，金孤恤寡，敬老怀幼，昆虫草木，犹不可伤，以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。见人之德，如己之德；见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不彰人短，不炫己长。恶恶扬善，推多取少。受辱不怨，受宠若惊。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所谓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。想山精鬼怪，除鬼驱邪，为的就是度化。笑什么？不许笑！除妖邪，立正法。凡入兰室，必遵循兰室家规，不可坐无端正，不可疾行，不可喧哗，不可以大欺小，戏弄他人，不可无视他人，肆意放纵，不可借人钱财，课堂迟到。回应。在。既然你已经不用听我讲了，那我就来考考你：妖魔鬼怪是不是同一种东西？不是。为何不是？如何区分？妖者非人之活物所化，魔者生人所化，鬼者死者所化，怪者非人之死物所化。妖与怪极易混淆，举例区分。好说，好比你身后那棵活树，沾染书香之气100年，化成人形，有了意识，作祟扰人，此为妖。若我拿了一把板斧，拦腰砍断，只剩个死树墩儿，他在修炼成精，此为怪。清河聂氏先祖所操何业？屠夫。兰陵金氏家徽为白牡丹，是哪一品白牡丹？金星雪浪。修真界兴家族而衰门派第一人为何者？岐山温氏先祖温卯。作为云梦江氏的子弟，这些早该耳熟能详，倒背如流。答对了也没什么好得意的。我再问你，仅有一刽子手，父母妻儿俱全，生前斩首者逾100人，横死市井，朴17日，怨气郁结，作祟行凶，何如？不许翻书，都给我自己想。王姬，
你来告诉他，何如？方法有三：度化第一，镇压第二，灭绝第三。先以父母妻儿感知念之，了其生前所愿，化去执念，不灵则镇压。罪大恶极，怨气不散，则斩草除根，不容其存。玄门行事，当谨遵此序，不得有误。一字不差。无论是修行还是为人，都该有这般扎扎实实。若是因为在自家降过几只不入流的山精鬼怪，有些虚名就骄傲自满、顽劣跳脱，迟早会自取其辱。先生，我有疑。讲。虽说是以度化为第一，但是度化往往都是不可得的。了其生前所愿，化去执念，说来容易。若是这执念是得一件新衣裳，倒也好说。但若是灭了满门，报仇雪恨，该怎么办？故以度化为主，镇压为辅，不灵则灭门。暴殄天物嘛，其实我刚才并非不知道这个答案，只是我在想第四条道路。哼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第四条。你且说来。这刽子手横死，化作怨灵是必然的事情。那既然他生前斩首100余人，那为何不掘着100余人的坟墓，激其怨气，结100颗头颅，与恶灵相斗？不知天高地厚，伏魔降妖，灭鬼奸邪，为的就是度化。你不但不思度化之道，反而还要激其怨气，本末倒置，罔顾人伦。先生，有些东西横竖是无法度化的，何不加以利用啊？大禹治水一支，色为下策，书为上策，这镇压即为色，岂非下策？哼！先生，灵气而气，怨气而气，灵气处于丹府，可以劈山填海，加以利用。这怨气也可以，为何不能加以利用啊？那我再问问你，你如何保证这些怨气为你所用，而不是戕害他人？我尚未想到。你若是想到了，各世家就容不得你了。滚！去藏书阁抄1000遍李泽篇。谢谢。王姬，你去，将他带到藏书阁，不抄1000遍，不准离开。是。